2011年秋天，冯唐在中关村大街闲逛，偶遇罗永浩。爱嫣然一笑的罗永浩那天表情严肃，他和冯唐说：“我要做手机，做人类未来100年、1000年甚至万年最重要的工具。”他说：“当下手机都太差了，作为人类，我很失望。”朋友都反对，创业网红雕爷劝他用小米模式打败小米，这不闹吗？老罗不听，隔年春天注册锤子科技 ，logo 即一把锤子，象征面对旧世界的信心和勇气。公司开业前1周，他微博记录心情，愣头愣脑，欲望强烈。锤子科技启动资金是唐岩凑的，不过900万，一度成为业内笑谈。罗永浩还不在意，四处挖人，不从就拉去听他演讲。站上舞台，他就是国王，有无穷煽动力。顶级设计师为此告别大厂，网红老板为此关店赴京，最后连他招来的厨子都能背他的台词：每一个生命来到世间都注定改变世界。一家科技公司要招个厨子，也是他的理念。锤子科技所有细节都要完美。在这里，做人做事的出发点是做牛逼的事，而不是交差。那年溧阳正盛，大潮澎湃，创业就是商业时代的理想主义，而罗永浩就是代言人。很多年前，他创立牛博网，不炒作，不营销，严禁标题党，戏谑暧昧话题，只做严肃内容。有人提议炒作芙蓉姐姐，他不屑一顾。从拯救黑羊奴工到汶川地震捐款，牛博网开了1年半，获南方周末年度致敬，一个独立、客观且闪耀着智慧之光的意见平台。牛博网被关后，他炮轰星巴克将小杯化为中杯，怒砸西门子冰箱，对骂方舟子，出自传《我的奋斗》，并在各大高校巡回演讲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。台下年轻人记下诸多语录，比如有些鸟来到世间就不是为挨枪子的。2013年3月27日，北京国家会议中心，锤子发布第1代系统，会场外黄牛每张票加价200，会场之内屏幕蓝光如水，锤子侧影若隐若现，屏幕之下满场信徒，罗永浩登台，大屏幕福字。我一个人来到科技和人文的十字路口，只看到老乔的墓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。他独揽了那些年的恣意、宠爱和意气风发，也继承了那些年的自满、偏执与无知无畏。那是创业者的黄金时刻，民间资本像开闸潮水般涌入创投，烧钱大战贯穿全年。当年中国手机出货量突破3.5亿，同比增长84%。2014年，中国创业公司数量达365万个，每天有1万个公司成立。VCPE 机构1年新募745只基金。门户报道中写道，2014年中国市场上可能最不缺的就是钱了。蒋方舟在文章里说，感觉北京已经疯了，似乎网龄超过5年，年龄低于30，认字3000左右，英语4-6级上下。知道 KK 出入过媒体互联网和广告公司的朋友们都创业了，跟天使投资人喝咖啡了。年底，教育部发通知，要求高校建立弹性学制，允许在校学生休学创业，聘请创业成功者、企业家、投资人担任导师，进校园进行指导。2014年4月，锤子科技完成 B 轮融资，估值超10亿元，所有人进入梦境般的潮水中。一个大的潮流来了，当时都在谈什么期权啊、股份啊、上市啊、财务自由啊，说的都是这些东西。2014年5月20日，万众期待下，老罗终于发布了他的第1款手机。发布会最后，大屏幕现出画作，一间挂满工具的工坊内，象征希望的阳光从窗户射入，老罗正埋头打磨。那张画在创业者间流传甚广，喜欢他的人也喜欢孩子那句诗：你来人间一趟，你要看看太阳。2017年，罗振宇对谈罗永浩，问他人生3连：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？要向哪里去？罗永浩推近况：我叫罗永浩，我从吉林延吉来，
往科技领袖那个位置上去。那年他成创业纪录片燃点主角，片中还有统领千万小黄车的戴威，一年服务155个品牌的 Papi 酱，以及刚融资8位数的草根创业者安传东。高光背后，老罗其实满心焦虑。锤子第一款手机6个月只卖10几万部，离目标甚远。他发誓手机定价低于2500元，我是你孙子。誓言后得名公孙永浩。他微博认证也改为单纯的锤子科技 CEO， 不再是老罗。整个2016年，锤子科技被传言倒闭6次，被传言收购5次，被曝资金链困境3次，被用户起诉1次。办公楼茶水间临时减少，夜晚加班限制开空调，老罗百般解数自救，开发音箱、旅行箱、电子烟和聊天软件，还推出过空气净化器。但赶上北京天气最好的一年，理想主义者烦恼缠身。受访时他的新年愿望不再是运筹帷幄谈世界大事，而是愁闷地说希望能给供应商带来的麻烦解决。2018年5月，罗永浩宣布要在鸟巢发布颠覆性产品，发布会将极具吸引力，请备好纸尿裤来看我的发布会，不然尿了裤子我可不管。发布会当日，鸟巢乌云覆压。不久后，罕见大雨到来，那台售价9999元名为 TNT 的设备，成为此后许久的笑谈。现场演示时失误不断，观众一开始还喊理解万岁，但声音越来越稀疏。2018年6月，锤子科技资金链断裂，如同电影院中途亮灯，创业者们茫然起身，跌宕起伏的剧情戛然而止。供应商在锤科大楼前举牌讨债，年底字节跳动收购公司，江湖再无锤子手机。交接那天，罗永浩躲在家里发呆。某夜，他刷到一条微博评论，有供应商员工因锤子拖欠而拿不到工资，没钱回家过年，配图是打包好的行李。他蒙起被子哭了。退潮如雷，雪崩无声。那年冬天 ，OFO 办公楼挤满退押金的人，众多草根创业者借钱发工资，弹窗里，九鼎跌落，长租公寓爆雷，区块链成黄粱一梦。草根创业的列车刹车声刺耳，远天东西方风云变幻，历史正在翻页。2018年，水大鱼大的移动互联创业黄金10年就此画上句点。2019年，燃点上映时，片外主角们的故事早已楼起楼塌，化作一片废墟。罗永浩负债6个多亿，被限制消费。那段日子，他在 YouTube 上一口气看了许多年轻时钟爱的乐队，发现自己已奔行了太长时光。那些老乐队、老歌手都老得不行了，不是老了6、7岁，感觉老了40、50岁，老得一塌糊涂，感觉我所剩的好日子也不多了。他办了场发布会，自嘲起名老人与海，推销鲨鱼皮产品，但潮汐已变，没有水花。2020年4月1日，愚人节，他坐入直播间，变成主播。他聊起在韩国工厂做蓝领的日子，弹幕中粉丝不感兴趣，同事举起牌子，加快节奏，快讲商品。他推荐曾经的竞品小米手机，把吉米投影仪口误说成坚果。为道歉，他现场鞠躬，希望你们看到我秃了的头皮以后，能够体谅一下老年人的痴呆，非常抱歉。最后的剃须刀隆重登场时，48岁的罗永浩拿起剃须刀，一点点剃掉留了10年的胡子，如泣往事。评论里一片罗老师别这样，以及心疼老罗。业务娴熟后，老罗从每周5直播1次，到1周2播、1周3播。每次直播结束的凌晨，他都组织复盘，及时优化。他适应和变化的速度超出许多人预期。开始带货后，他登上脱口秀大会和乘风破浪的姐姐联动，并在微博上说一口气看到凌晨，为直播间吸引女粉丝。牛博往时的锋芒早已不在，他的固执也已软化。卖低档酒时，他说，例如一些特定包装的礼品酒，如果酒本身做得不错，
并且对人群是有吸引力的，我并不介意卖这些东西。2020年，他的直播间总时长846小时，带货142场，他给自己勤奋打95分。他的微博上已满是广告，连他吐槽广告多的微博，细看也是广告。他在微博上说，直播带货、综艺演出、广告代言、婚丧嫁娶主持、旺铺开张剪彩的活都可以做。2022年，他开办电商培训，交个朋友电商学院，坐镇卖课，身后的 PPT 上写着做直播光宗耀祖。当年6月，他发微博称将再次埋头创业，退出所有社交平台。今年4月的直播中，他预告新品9月亮相，依旧是颠覆性、破坏式的创新。但这一次台下的观众、台上的苍穹都不一样了。新品发布前，他炮轰俞敏洪，卷入舆情漩涡，风波未歇。他又杀回微博，改名罗永浩钮祜禄，写万字雄文。雄文文风依旧，但旧梦非昨。煽情的老罗正进化成引流的老罗。雄文最后，罗永浩表示，接下来会和团队火力全开，兴风作浪，用一切合法合规、合乎商业伦理的方式，大肆炒作，做大做强现金收入。几年前受访，他说他依旧是理想主义者。其实早在2014年，他就放弃了理想主义创业者身份。在最后一场巡回演讲中，他说，如果有一天我们失败了，跟理想主义是没有关系，就是商业不灵，一切以物是人非。当年劝阻他创业的雕爷已沉寂许久。2020年，雕爷牛腩破产清算。当年听他谈理想的冯唐也在直播，送他一幅字，微笑面对惨淡的人生，不屑一顾，淋漓的鲜血。他们相遇处，后来诞生的创业大街，2/3机构已经撤离。3W 咖啡经营状态由存续变为注销。车库咖啡内，老师正在辅导学生。车库咖啡创始人说，最可惜是思想碰撞氛围的稀薄，创业精气神流失了。燃点里的草根创业者安传东，几年后在线教育创业项目失败，最新在参与出海短剧。当年燃点播出时，他在朋友圈写，这是只要我还没放弃，就还不算完，老罗也没放弃。但他现在的身份更像网红、商贾、企业家，不像创业者，离理想主义更远。这不怪他，他身后是绿幕，不是海。西游记后半本，孙悟空在没回花果山，他头上有金箍，前方尽显露，一步一探，再无木筏渡海的豪情。罗永浩也一样，回头无岸，他身后已没有那片海。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动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